這台寶馬水鳥1200曾無數次踏入318，在10年的時間裡開了85000多公里。這台車主騎起來的時候捏離合有沙沙沙的聲音，好像轴承爛了一樣。於是我進檔試了一下，每次捏離合的時候都會發出啦啦的異響。初步檢查應該是變速箱裡面有個軸承出現了問題。聽到沒有？就是這種沙沙沙的聲音，而且離合器也有不分離的情況，特別難找空檔。發動機異響也比較嚴重，也有缺機油的情況。最終決定把發動機全部分解，做一個全面的檢修，一次性解決問題，然後再出發一趟中國最長的公路 G219。这些加装的線路也太亂了，一坨一坨的。接下來把這些線路整備了，然後再把發動機給卸下來。你看，這就是它的噴油嘴，積碳老多了。这個節氣門也挺髒的，這邊這個還好，不算很髒。這個就是它電腦板，比我的臉還大。我终於把這台發動機給卸下來了，接下來的話要把這個車架想一個辦法把它移走。
可以看到這些表面都是歲月留下來的痕跡，有些地方都已經脫漆了。接下來我們一起拆掉這個發動機。在拆這個蓋子之前，我要拿這2枚螺絲去做一個專用工具，然後把這個蓋子給頂出來。這個就是最好的效果。这個護板這裡已經爛了，還好拆得及時，要不然的話，這個護板會往前面移，然後打到這個離合大鼓，會產生異響。這個木片已經沒有用了，可以看到這個小鼓已經沒有用了，8萬公里。接下來就是把這個變速箱全部分解，檢查裡面的軸承有沒有問題。終於找到問題了，就是這個輸入軸的軸承壞了。可以看到外表是沒有問題的，裡面的支架也沒有壞，但是在它高轉的時候就可以聽到那個砰亮的聲音。現在我們聽一下，可以聽得到嗎？跟着車的时候聲音是一模一樣的。如果它越受力的話，這個聲音就會越響。然後給你們聽一個正常的，看到沒有？這個聲音很絲滑。這個鬆動已經超出了使用範圍。而且還是用了手動的調節張緊器。我又檢查了它的氣門間隙，左邊的還好，
右邊的進排氣氣門都需要做調整，積碳也是異常的多。这就是它的發電線圈，聽說它也很愛壞。哎，這個磁電機居然都不用用力擰，哎，這是最好拆的一個。你們看，這個活塞比我拳頭的還大。现在得用專業的工具把裡面的活塞小卡環給摳出來。现在已經撬出來一點了，再劃一下就全部出來了。出來了，出來了，看到沒有？不容易啊。接下來我們拆它的活塞銷，然後就可以把它整個打散了。
這個小碗還不錯，大碗也是正常的磨損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它的活塞我们已经拆下來了，表面的積碳非常多，裙部呢有輕微的磨損，還有這個也是，但是不影響使用。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一體式的油環，它的優點非常的多，但是還有個致命的缺點，就是容易堵塞這個油孔。像這個已經堵塞完了，如果接着開下去的話，迎接它的就是燒機油。現在我們就清洗一下這個油環，然後看一下原本的樣子。這個就是它原來的樣子。發動機已經全部打響，這一套離合需要更換。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變速箱的軸承也要換掉，還有這個壓條磨損嚴重也要換了，還有這個正時鏈條也需要一併更換。還有就是這個缸，雖然有點水印，但是不影響使用。接下來的話就是把這個發動機全部清洗乾淨。終於清洗乾淨這些配件了，誰懂啊？這一堆配件擺整好的效果，這就是內燃機的魅力，無可替代，有生命，有呼吸，有溫暖，永不落寞的內燃機。當你啟動的瞬間，全車幾千上萬的零件為你而活，是的，只為你。接下來我就把它組裝起來，讓它去它本該去的地方。这150度少一個人都不行。
接下來的話，我们就安装它的正时链条的张紧器。好多寶馬水鳥它冷車啟動的時候都會有噠噠噠的異響，其實就是它這根彈簧的彈力不足了，更換一根彈簧就可以了。還有就是我不太建議你們去更換這個手動調節的張緊器。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張緊器的工作原理。這個就是它原廠的張緊器，裝在這個缸頭裡面的。缸頭裡面這裡有個油孔，輸油道給張緊器。然後張緊器每一次下壓的話，都會通過這個油孔裡面輸油給正時鏈條。所以這就是我不太建議你去更換這個手動調節張緊器的原因。第一，它沒有油孔；第二，它不能自動調節。接下來的話，讓你更加直觀的看一下它這個擠油的情況。看到沒有？這個就是裝到這裡的，這裡有個孔，所以每次下壓的話，它都會給油給正時鏈條做潤滑。兄弟們，終於到了加機油的環節了，走，加它。OK， 終於加完了。接下來我們試一下它的油路是否正常。OK， 油路没有問題。接下來把附件裝上就可以了。
我們聽一下它啟動的聲音。